我们现在6点半已经到一航的机场了，可以看到人真的是非常多啊。那么我们现在要去报到了。星宇航空的话是6号，我们现在已经行李检查都已经完毕了，然后进到这个空间来，这边有一个免费手机充电服务，蛮方便的。那现在已经入座了，等一下就要起飞了，听说飞行时间是51分钟。画了一个鸡肉三明治。跟一个苹果汁。天气相当的好啊，而且温度也是蛮高的。这星宇航空装行李的，下飞机啦。这一半是没有空桥的，所以我们要自己走下去。这是我们的班机啊，好鲜艳啊！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挡在这个出入口，赶快进去吧。这边有一个下地岛空港的这个招牌，好像是来的观光客呢都会来这边拍一下。今天天气也是十分的炎热，非常的好。那我们刚刚在那个出关的时候呢，大概就排了1个小时，非常的久啊，因为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先去照了一下相，结果前面就排了一大堆人。哦，这个机场的这个腹地啊，其实还蛮大的，然后一些长廊之间的这个通道啊，上面都有一些遮荫。我们进到一个比较阴凉的这个商场来的，这边有吃的，然后也有贩售一些纪念品啊商店啊。哇，这里的 T 恤都好好看的，设计的都很不错。这一只就是宫古岛最著名的这个吉祥物啦。车子直接开出去慢一点，但是进来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卡片才行哦。好，经过了这个从电话里面这个教导的各种这个租车的这些注意事项啊，那现在我们就是来取车啦。这一台就是我们这一次要租的车子，那车号也看到了，然后刚刚租车公司的人员就是跟我们确认这个车子在哪些地方有刮痕，那先让我们拍照存证，这样子我们在还车的时候呢，他们才可以确认说这些伤痕呢，就是不是我们此行所制造出来的。现场真的是都没有其他的观光客啊，可能是刚刚那一班飞机下来之后的乘客就是都散去了。哇！自从2016年我在冲绳开过车之后呢，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右驾过了。好了，那现在是下午1点，我们还是先不看景点了，因为要先去吃中餐，怕等一下餐厅就都没开。那下地岛这边的餐厅其实不多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到比较主要的地方去。
停车的地方，往这边一走，就是很湛蓝的海洋，好漂亮啊！因为没有下雨的话，应该就比较清澈吧。其实怎么看角度都差不多啊，因为都是这些大海跟岩石啊。我们摸摸看它是凉的还是热的。哇，一摸是热的，比较热啊。已经干掉的白色螃蟹，小小只的。阿弥陀佛的哦。好了，我们回车上了。我发觉这台车有很多放杂物的空间，这边一个，冷气口前一个，这边又一个。结果在一个这么偏僻的地方啊，为了要吃冰淇淋，排队的人还是一大列。我们排了好久的队，那终于买到了这个冰淇淋，应该超过半个小时以上。那这家的特色呢，就是用红薯做底，然后就是 Blue Seal 的冰淇淋。那我短短的距离啊，我拿回车上，这边都已经有一点融化了。我们现在到通池这边来了，这边有一个公用的停车场。那看一下现在地在哪里，在左边的这边有一个通池。通池是两座相邻的湖泊，中间有自然的桥梁相连。东北侧的湖泊直径55公尺，水深25公尺；西南侧的湖泊直径75公尺，水深25公尺。湖底有个直径10公尺的洞穴，跟大海相通，所以这两个湖泊的水位会随着潮汐的涨退而变化。这边倒是一片平坦，好不好？来说一下，到宫古岛到目前为止，你对你的感想是什么？好热，好热是不是？超级热。那到这个通池来的感觉是什么呢？有可以，但是好热。那有觉得漂亮吗？可以。好，我们要来到了一个知名的下地岛的景点，这个叫做17 And。听说这边什么都看得到，漂亮的海。飞机，好，我们现在在前面右边就有一个刚刚要降落的，然后还有无尽的蓝天。当然啦，现在还没有到夕阳的时刻，所以天色还是蛮明亮的。哇，飞机下来了，哦！真的是很漂亮。随便拍都是大景，漂亮的地方，连铁丝网都是这么的精致好看，巴不得就想要就看一看就好了。机场旁边的海水浴场还可以这么透明，真的是不赖。看到这么漂亮的海水，我决定还是下来踏一下浪。我从那个防坡底那边爬下来的，下面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游客，有一些泡在水中啊，有一些辣妹，有一些老辣妹，有一些轻熟男。哇，那个桥连到什么地方去呢？这边真的是很干净哎，没有任何的垃圾，瓶瓶罐罐啊，甚至连贝壳都没有。是冰的哎，这哪有冰啊？我都觉得再凉个2、3度会更好。刚刚拍了一台降落的飞机，
那等一下10分呢，差不多会再有一台要飞上去往东京的飞机。那再等一下，拍完那一台就要离开这里了。这写一些什么呢？立入禁止，大阪航空局。哇，我脚好烫。结果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飞机好像要起飞了，结果它就转了一个弯停在那里。我们想可能是要往另外一边飞上去吧，我们都想错了。现在已经是傍晚了，应该是6点多的时刻。那我们终于到了今天要住的饭店，叫做 BB Hotel。这边也有贩卖机耶，种类还蛮丰富的。它这边3楼出来的公共空间是对外的，所以我想说怎么特别的热，没有冷气，那其实就是户外嘛。它房间已经先开好冷气了，所以进来还蛮凉的，不会觉得闷热。一些简单的家具。吊衣架或者是书桌，然后微波炉跟一个小冰箱。现在要出去吃东西啦。那距离这边的无印良品有1.7公里。那无印良品的附近呢，就有一些餐厅可以选择。那我们应该是开车过去吧，因为走路过去要1.7公里，稍微远一点。钱都甜呐，这比较清淡好不好？来到我可乐。哇！你跟我说清淡，结果你马上就看到可乐去了。你有看到星星吗？月亮好大，就是月亮大颗而已。看不见了。所以对星星倒是也没什么特别感觉。真没有星星哦。超级安静的。它这个车用系统呢，这边是怎么找那个我们要去的地方呢？这边是用输入电话号码的方式。那我们现在要去宫古岛的无印良品，那输入电话号码之后呢，按一个开始。好，然后就显示出来了。开车过去3分钟，开始。好，松本清到了，吃药的时间到了。年纪大了就是要吃药，不吃药是要干嘛呢？这边开到10点。宫古岛的这个路面啊，给我一种不太有路灯的感觉。这是因为这边是商场啊，我们刚刚开车经过的地方，可以说没有任何路灯啊。如果是用走路过来的话，想必是有点黑啊。来看一下它都卖一些什么东西，看有没有比较特别的。这边看到那个是红肉的哈密瓜，这样子大概台币100块。哇，日本的无印良品有好多化妆品啊，各式各样的，种类也很齐全。葡萄汁跟苹果汁，这设计的好漂亮。这个也很漂亮，胡萝卜汁跟番茄汁。打烊前出清这个半颗高丽菜，台币换算一下，大概只要20几块钱而已。我说你这个也稍微控制一下，我知道它是蛮逗趣的啦，但是你做成这种吃的东西，你是想说我吃了会变这样吗？这是 Mr. Donut 自己卖的披萨，看起来相当的好吃啊。好，我们终于回到饭店来了。我觉得脚程还蛮累的。那这边放着2台洗衣机，投币式的，它放在这个公共空间啊，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我们现在到房间来啦，那看一下刚刚在超商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回来吃。当然啦，就是有一些啤酒、美隆、麝香葡萄，还有这个全家超商买的炸鸡。我只能趁在晚上在饭店的时候喝啤酒，白天都不能喝。哇，这边早上起来好安静哦，几乎没有任何的声音。我觉得隔音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刚刚有听到那个隔壁间的人在那边稀稀疏疏在讲话，可以透过这个墙壁的地方传过来。不过也是一点点啦，不会说很大声，但总体上来说还是特别的安静。
好，我们现在已经出了这个旅馆，那现在要去吃早餐。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好，只是一望无际了。距离很短，我们大概开了不到2公里。这边是一家叫做 LB 咖啡的一个早午餐。本店的这个 logo，local base。这边还有一个租车中心，然后这边是 Patagonia 的服饰店，然后左边还有一个餐厅。那这边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用餐的地方。哦，感觉很精致诶，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弄到这么好看的真的不多。这是贝果，蛮厚重的，不是很好切，真的。我看有包火腿跟起司，这是牛奶。还有包 cheese 跟包火腿。哇，这拍起来真的太漂亮。在世界各地的工地施工的声音大概都是一样的。主要是太热了，不然黄昏啊凉爽一点啊，清晨啊都不错。那我们等于是绕过了这个宫古岛的这个最东部的地方。当然我们没有过去看灯塔了，那就向南开，向西南边开。那等一下再去吃个东西。这一路上啊，其实也没有遇到太多车子了。不知道是因为热还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这样子，非常的 chill。要退休就是选这里了啦。你看这个 view， 托斯卡尼也不过如此啦。你有去过吗？我们到餐厅啦，这个叫做 Today's Shima Bistro， 塔基亚吧，应该是这样讲。哇，整个店密封的严严实实的。可能是怕日照太强烈。它这是有油脂的，它这是有油脂在里面。你说肉吗？饭。
然后这是鲑鱼，没有，你这是冰的吗？冰的冰沙。哦，这是 berry 口味的。谷物。嗯。哇。都很健康。这是什么水果忘记了？啊，葡萄香蕉。我这每天吃，肠胃道改善。它要放一些那个谷类。芒果奶昔 ，smoothies， 这也是店内算蛮主打的一个饮料。不是只有水果弄成冰，它还兼顾了其他弄成奶昔的，它加了一点什么牛奶啊之类的，它是调起来是口感跟那种水果冰不一样，其他籽跟杏仁片。好满足啊！酱油的味真烫。传统跟新鲜并存。现在已经3点了，然后我们用完餐出来。下午太阳很大，所以就再利用一点时间，再跑到这个商场来看有什么可以买的。现在太阳已经差不多要快下山了，我们现在要去指间岛了。这边就会上来间大桥，那等一下就会到来间岛去。哇，前面有一段路。其实这样开车逛逛这个岛也蛮不错的，吹着冷气啊，外面热得半死，里面 chill 到不行。也是爽啦，这就是旅游吧。从你觉得很无聊的地方到别人觉得很无聊的地方。我话说到一半，我们就经过来间桥了。觉得很棒吗？觉得很棒的，请点赞加分享。我的观众也不多，我不知道在跟谁讲话。这个来间大桥上啊，刚刚看到有3个老兄在右边那边钓鱼。这岛上好像时时都可以见到这样子钓鱼的人士。我们现在把车停好了，要去看龙宫展望台。这里车子非常好停，等于是都没有其他人。这边要穿过一处林荫小径啊，阳光这样点点的打进这个里面，非常漂亮。哦，左边那个是下地岛，没有上地岛了，下地岛，所以左边的是下地岛连接的大桥。那右边这个就是来间大桥，我们刚刚开过来的那座。哇，我没有去过希腊，但我猜希腊也大概这样子吧。啊，你不尊重我呢，你啊。这边有一张大的地图，然后是景点的指南，总共列出了18个景点。
最后一个音有点飘掉。现在要去来间岛的最左侧看长尖滨。我们来看一下夕阳之下的海滩，这边要走一小段路。刚刚赶上最后一刻，大概是夕阳下山前的最后30秒，那我就跑过去了。那长尖滨小小的，然后夕阳最后一刻非常的漂亮，大家呢就在看那道夕阳。那拍完之后呢，匆匆的就回程了，算是非常的赶。我们现在开车开到永旺的这个商场，就一阳嘛。然后这边有一个 Max Value， 这边事实上这个腹地啊还蛮大的，附近有一些商家啊、市集啊，甚至一些 shopping mall， 场地还蛮大的。那所以也是涌进了非常多的人潮。那似乎有非常多东西可以看。我们现在要先去吃东西，因为它都比较早，餐厅会打烊。警察骑着西沙士，让我感到浑身不对劲，有点怪怪的。破了哦！日本人这种行销的这种手段跟技巧，我都看破了哦。还日本最南端的吉野家 des。好，刚刚我们上去这一家叫做流宫的猪排店点餐啊，我吃的是炸虾套餐，然后我太太吃的是一宫古岛当地的这种特色的面，可是她觉得还好啦。那我炸虾是蛮好吃的，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就出店的时候做个记录，这样就好。然后玩具店外，我们看到一个宫古岛限定贩售的警察公仔。全6种，宫古岛的毛毛鹿。好，到饭店了。结束疲累的一天，晚上要休息之前，再跟警察打一声招呼，晚安。虽然现在很累呢，但是因为买了零食，想说还是要来开箱一下，看看好不好吃。看一下这包装，你说好不好看？真的很好看啊！字体的编排、大小，跟它呈现出那种原始质朴的雪盐的感觉，搭配的都恰到好处。然后配一个这个昨天买的北海道牛乳，蛮浓的，但有一点偏咸，可能是想要强调宫古岛的盐吧，蛮推荐的哦。有来的都可以试试看，非常的浓醇，然后带一点咸咸的，但是又不会觉得过度。